我是高维认知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不聊书里的黄金屋，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，我们聊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，却又总是刻意回避的两个字：活着。前2天，我在翻看一本关于人口统计学的书，里面有个冷冰冰的数据，像根刺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。书上说，在咱们国家，一个人能活到80岁的概率只有18%，而且这18%里还是女性占大多数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意味着，对于咱们这些已经过了40岁甚至50岁的老爷们来说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天选之子的运气，你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其实只有20-30年了。你可能会说，20-30年，那还长着呢。兄弟，别骗自己了，这20-30年和20岁时的20-30年完全是两个概念。20岁的20-30年，那是上坡路，是无限可能；50岁的20-30年是下坡路，是不断失去。更残酷的是，这20-30年里，真正能让你耳聪目明、腿脚利索，想去哪就去哪的有效生命时间，可能连一半都不到。咱们不妨算笔账，大家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吗？那是2008年，觉得就在昨天吧？其实已经过去18年了。还记得那首《10年》吗？陈奕迅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，现在也成了发际线后移的大叔。那已经是23年前的歌了。再过4年，第一批30后就要出生了。咱们这些60后、70后甚至80后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书里的人物。电影《道士下山》里，范伟演的那个崔道宁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：人生70古来稀，10年少小，10年老弱，还有50年。这50年再分成日夜，只有25年的光景了。再加上刮风下雨、3灾6病，人这辈子还能剩下多少好日子？听听，这就是真相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，觉得时间是无限透支的信用卡。可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你的额度快刷爆了。这并不是在制造焦虑，而是在陈述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事实。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里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向死而生。很多人觉得这词儿晦气，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智慧。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死亡这个终点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的时候，你现在的每一分钟才有了真正的重量。当你接受了这个设定，很多以前纠结的睡不着觉的事儿，突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，接下来的下半场，其实只需要学会4件事。这4件事不是什么成功学，而是保命符。第一件事，学会认怂，放过自己。这第一件事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，学会认怂，放过自己。我知道，咱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定胜天，爱拼才会赢。特别是咱们这些在江浙沪、北上广打拼了半辈子的男人，谁骨子里没点傲气？谁年轻时候没做过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梦？但是到了50岁，你得承认一个事实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，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大致定型了。孔夫子说：“50而知天命。”什么是知天命？不是说让你去算命，而是让你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，但更多的是你无论怎么努力都无能为力的。这就是命。那些真正能改变阶层、改变命运的大机会，通常都出现在20-30岁。那是你体能的巅峰，是社会对你包容度最高的时候，也是你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。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抓住，到了50岁，再去孤注一掷的折腾，再去卖房卖车的创业，想搞个夕阳红逆袭，那不叫励志，那叫赌博，而且是一场你输不起的赌博。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，年轻时唯唯诺诺，到了中年忽然觉醒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
非要辞职创业，结果不仅赔光了家底，还把身体搞垮了，最后妻离子散。兄弟，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并不丢人，在这个年纪，比起再去拼一个轰轰烈烈、名垂青史的人生，更重要的是留下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这让我想起了苏东坡，他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心高气傲，想当宰相，想治军尧舜上，结果呢，半辈子都在被贬的路上。若是他到了50岁还在纠结为什么皇帝不用我，为什么奸臣当道，那他早就气死在黄州了，哪还有后来的苏东坡？他认怂了，他接受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失败，接受了自己就是个被流放的罪臣。然后呢，他转身去研究怎么炖猪肉，怎么酿酒，怎么写词。他放过了那个想当宰相的苏轼，却成全了那个千古文豪苏东坡。所以咱们也得学会放过自己，别再逼着自己去够那些够不着的目标了，别再看着别人的朋友圈焦虑自己为什么没换大房子，为什么没开上豪车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真正的成就可能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，而是一段稳定而温暖的家庭关系，可能是在孩子迷茫时你能给出一句关键的指点，可能只是你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不给家人添麻烦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人真正的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消失了。这是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核心观点，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生死观。100年之后，没人在乎你当过多大的官，赚过多少钱，你留下的那些所谓的丰功伟绩，在时间的长河里连个浪花都算不上。但是如果你能给你的孩子留下一个温暖的童年回忆，如果你能给你的朋友留下一段真诚的友谊，如果你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点善意，哪怕只是你种的一棵树，你写的一篇日记，那你就没有白活。与其焦虑自己还没有成为什么样的大人物，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后能给爱我的人留下点什么？是无尽的债务和纠纷，还是关于爱、关于责任、关于豁达的记忆？这才是咱们这个年纪的男人该有的大局观。在这里，我想多插一句，刚才咱们聊到了认怂，聊到了放过自己。我知道，肯定有朋友心里不服气，认怂不就是躺平吗？不就是当咸鱼吗？还真不是。咱们来看看被无数中年男人奉为偶像的曾国藩。大家知道，曾国藩其实是个极其笨拙的人，他考个秀才足足考了7次，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个笑话，连那个在他家梁上躲着的小偷都看不下去了，跳下来把他背不出来的文章背了一遍，然后扬长而去。但是正是这个笨得要死的曾国藩，最后成了千古第一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悟透了一个字：拙。曾国藩打仗从不搞什么奇谋巧计，就这一招：结硬寨，打呆仗，每天挖沟筑墙，把自己围得铁桶一般，然后一点一点往前推。这给我们什么启示？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。你看那些被屁丢屁割韭菜的，被所谓的风口骗得血本无归的，往往都是那些觉得自己特别聪明、特别能折腾的人。他们总想着弯道超车，总想着一夜暴富。而那些真正能笑到最后的人，往往都是那些看起来有点笨、有点怂的人。他们不投机，不取巧，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，踏踏实实地过日子。这种笨拙才是中年男人最大的智慧，它不是让你不努力，而是让你用一种更稳健、更长久的方式去努力。第二件事，学会放手，尊重别人的命运。这第二件事是放手。活到这个年纪，咱们得明白一个扎心的事实，我们其实改变不了任何人，就像没有人能真正改变我们一样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上帝吗？你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，你还想控制别人的命运？
很多中年男人，尤其是有点地位、有点成就的，特别喜欢犯一个毛病，好为人师。见到年轻人就想教做人，见到下属就想灌输价值观，回到家里更是一副大家长的派头，对老婆指手画脚，对孩子更是恨铁不成钢。结果呢，孩子叛逆，老婆冷战，朋友疏远。你觉得自己是一片苦心，别人觉得你是多管闲事。你劝别人少喝酒，他未必会听；别人劝你早点睡，你也未必能做到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较劲，跟别人过不去呢？咱们得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人与人之间，很多时候只是相遇，不是控制。特别是对孩子，纪伯伦在《先知》里有首诗写得太好了，建议每一位父亲都背下来。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，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，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，却非因你而来，他们在你身旁，却并不属于你。你的孩子，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剧本，有他自己的悲欢离合，你只是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个引路人，而不是他的编剧，更不是他的导演。你总想让他少走弯路，总想把自己的经验像填鸭一样塞给他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弯路是他必须走的，有些跟头是他必须摔的。就像一棵树，你不能因为它长得歪了一点，就非要把它掰直了，那样只会把它折断。还有你的伴侣，过了50岁，夫妻之间最好的关系，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激情，而是像2个合伙人，甚至像2个室友。你改变不了他的唠叨，就像他改变不了你的呼噜声一样。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尊重。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，往往不是互相改造，而是彼此尊重。就像夜空里的星星，各自发光，却互不干扰。你发你的光，我发我的光。咱们虽然在同一个星系里，但各自有各自的轨道。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体面。第3件事，学会筛选，给人生做减法。这第3件事是筛选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被各种关系、各种事情包围，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加法，哪怕是那种明明让你很难受的饭局，你也得硬着头皮去，因为你怕错过机会，怕得罪人。哪怕是那种明明只是在消耗你的所谓朋友，你也得维持着，因为你觉得那是人脉。哪怕是那种明明让你身心俱疲的事情，你也得咬着牙坚持，因为你觉得那是奋斗。可到了50岁，你得开始做减法了。你得明白一个道理，人不能被改变，而只能被筛选。那些让你长期焦虑、消耗、压抑的人和事，能远离就尽量远离。这不是因为你变冷漠了，也不是因为你变得不近人情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知道，你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的时间是宝贵的。咱们这个年纪，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？不是钱，不是权，而是一份好心情。你想想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，气得血压升高，心律不齐，甚至还得吃降压药，值吗？太不值了。人到中年，一份好心情真的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得学会断舍离。第一，断掉那些无效的社交，那种一见面就是吹牛逼、拼酒量、互相攀比的饭局，能推就推了吧。那种只会在你需要帮忙时装死，在他需要帮忙时才想起你的朋友，该拉黑就拉黑吧。陶渊明说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如果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草拔掉，你怎么能看得见南山？第二，舍弃那些过度的欲望，别再盯着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了。什么升职加薪，什么换个大房子，什么再找个年轻漂亮的，这些欲望就像一个个沉重的包袱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你背着这些包袱，怎么能走得动这下半场的路？第三，离开那些消耗你的环境。如果你的工作环境让你每天都很压抑，让你觉得生不如死，
哪怕收入少一点，也换个环境吧。命比钱重要。当你开始主动筛选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朋友圈虽然小了，但更真诚了；你的生活虽然简单了，但更清爽了。这种清爽才是中年男人最高级的活法。说到筛选生活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话题，那就是消费主义给咱们设下的陷阱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针对中年男人的广告特别多？什么高端白酒、名表、豪车，甚至是什么提升男性魅力的保健品，他们都在向你灌输一个概念：只要你拥有了这些，你就成功了，你就有了尊严，你就找回了青春。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。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补偿性消费。当我们内心感到空虚、焦虑、无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通过疯狂地购买东西来填补这个黑洞。很多中年男人在单位受了气，回家被老婆数落，心里憋屈啊。怎么办？买，换个大排量的车，买块几万块的表，好像只要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，自己就又成了那个无所不能的英雄。可是当那种短暂的快感过去之后呢？剩下的只有更深的空虚和账单上的数字。我们要警惕这种陷阱。真正的尊严不是靠一身名牌撑起来的，而是靠你内心的强大，靠你对家人的责任，靠你对生活的热爱撑起来的。日本有个概念叫断舍离，其实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，大道至简。当你开始不再为了面子而消费，不再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而买单的时候，你才算真正活明白了。你的自信不需要任何 logo 来加持，你站在那里就是一座山。最后，在咱们谈重启之前，我想带大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哲学对话，这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内心的焦虑。在西方，有个哲学流派叫斯多葛学派，代表人物是古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。这位皇帝一生都在打仗，但他却在马背上写出了最宁静的沉思录。他的核心思想就一句话：区分你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。而在东方，咱们的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你看，不管是西方的皇帝还是东方的隐士，他们在面对人生的无常时得出的结论竟然惊人的一致。你能控制什么？你的思想、你的行动、你的态度。你不能控制什么？别人的看法、社会的变迁、生老病死、运气好坏。中年危机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试图去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。我们想控制衰老，于是去整容，去吃药。我们想控制孩子，于是去逼迫，去监控。我们想控制财富，于是去冒险，去透支。结果呢？越控制越失控。所以真正的觉醒就是把注意力收回来，收到那些我们真正能控制的事情上来。比如，你控制不了天气，但你可以控制心情；你控制不了别人是否爱你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是否值得被爱；你控制不了生命的长度，但你可以控制生命的宽度。当你学会了区分这两者，你会发现你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瞬间就落地了。这种内心的宁静比任何财富都珍贵，它是你抵御下半场所有风雨的定海神针。第四件事，学会重启，认真地活一次。最后这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学会重启，重新认真地活一次。很多朋友会问，我都50岁了，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还谈什么重启？这不是折腾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荣格，那位伟大的心理学家，曾经说过，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，而是你从未真正的活过。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未活过的生命 The Unlived Life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每个人心里其实都藏着另一个自己，那个自己可能是个画家，可能是个诗人，可能是个环游世界的冒险家，
也可能只是个安静的木匠。但是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所谓的责任，我们把那个自己深深地锁在了地下室里。我们活成了父母期待的样子，活成了社会规训的样子，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。我们唯独没有活成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。如今回过头来看，前40年，我们是在为别人活，为父母挣面子，为老婆挣房子，为孩子挣学费。现在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，父母老了，孩子大了，该尽的义务也尽了，剩下的这20-30年，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自己了？我常说一句话，此时此刻的你，永远是你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天。明天的你会比今天老一点，明年的你会比今年老1岁。如果你现在不开始，那你永远都不会开始。别再说等我退休了，等孙子长大了，等我不忙了，这些都是借口。等来等去，最后等来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后悔。我有个书友叫老张，55岁，是个退休的公务员，一辈子谨小慎微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退休那天，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，他去报了个钢琴班，那是给小孩子开的班，全是5-6岁的娃娃。老张夹在里面，显得特别突兀，但他不管，每天风雨无阻地去练琴。手指僵硬了，他就用热水泡；看不清谱子，他就配了副老花镜。有人笑话他：“老张啊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成钢琴家吗？”老张嘿嘿一笑：“我成不了钢琴家，我就是想听听那个哆瑞咪发嗦从我自己指尖流出来的声音，那声音比我听了一辈子的文件宣读声好听多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重启，它不是让你去追求什么功成名就，而是让你去追求一种体验。有些事情不要一直往后拖，想去的地方现在就买票出发，想见的人现在就打电话约饭，想做的事现在就开始动手。也许是带父母去看一次海，哪怕只是在海边坐坐，听听海浪声；也许是重新学一门乐器，哪怕只能弹一首小星星，那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乐章。也许是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，比如《红楼梦》，比如《百年孤独》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，往往才是人生真正的内容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还想给各位兄弟一个特别的建议：如果你的身体条件允许，如果你的眼睛还能看得清字，请务必养成阅读的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孤独是常态。孩子飞走了，老婆没话说了，朋友走散了，你会发现能真正陪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这个时候，书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当你打开一本《史记》，你可以和司马迁对话，听他讲述那些英雄豪杰的悲欢离合。你会发现，你受的那点委屈，在历史的长河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当你打开一本《瓦尔登湖》，你可以和梭罗一起，在湖边的小木屋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如此丰盈。当你打开一本《活着》，你可以看看福贵的一生，你会明白，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，也不是为了显摆学问，读书是为了让你的灵魂有一个栖息的地方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只有在书里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人到中年，真正的觉醒不是看破红尘，而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罗兰在《米开朗基罗传》里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咱们虽然不是英雄，但咱们可以是自己生活的大侠。兄弟们，别怕老，一定要记得好好过完每一个还属于自己的今天，因为那是你唯一能把握住的永恒。